近日，根据美国海军的官方文件指出，现阶段中美海军的实力基本上是旗鼓相当的，解放军海军实力相较以前大幅度增强，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新情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近日，根据外媒联合早报的最新报道，美国海军的官方文件详细的介绍了目前中国海军的发展。首次在报告中指明，现阶段中美海军的实力基本上是旗鼓相当的，解放军海军实力相较以前大幅度增强，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新情况。按照美媒的报道，这份中国海军发展概况的报告出自美国现任海军部长德尔托罗。德尔托罗还在这份报告中重点强调，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优势对美国海军来说是当前要面对的4大挑战之首。现在中国海军的变化是美国海军始料未及的，同时中国海军对于美国海军的挑战这一过程必然是长期的。目前中国海军的规模增长在急速的膨胀，论海军规模，是中国海军当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舰队。应对这种情况，美国在过去并没有任何经验，因此面对中国的快速挑战，美国海军必须做好战略规划。总而言之，这是一个可与美国海军相匹敌的对手。虎妞认为，此番言论美国国内不止出现过一次了。早在今年的8月份的美国国会报告和 CNN 已经不厌其烦地数次提到，中国海军的规模已然是世界第一。截止今年，中国海军所有的现役作战舰艇达到了350艘，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美国的300余艘作战舰艇。美国早在2010年代提出美国海军扩军至355艘现役战舰的庞大计划，但是几年下来，美国海军并没有太大的改变，以至于拜登提交的2022年度战舰建造计划被国会驳回，理由是建造的战舰数量太少，不能满足美海军的需求。与之相比的是，中国正在量产的建造下水、适航、服役战舰。从2010年代开始，中国海军每年接受军舰的总吨位都超过了10万吨。到目前，中国海军的总吨位已经历史性的突破了200万吨，这个数字已经远远把曾经的世界第2俄罗斯远远的甩在身后了。但是美媒也指出了中国海军的不足，那就是中国海军的综合作战实力离美国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，尤其是在大型的战舰方面。这一点虎妞深表认同，凡事都要透过表象看本质，海军也是如此。虽然我们海军舰艇的总数量超过了美国，但是舰艇的质量和总吨位与美国相比可谓是天差地别。先说总吨位，截至2021年，中国海军总吨位超过200万吨，美国则超过了300万吨以上，其中11艘航母就占比 36.6%， 达110万吨。总吨位，中国至少与美国相差100万吨，这个可不是10-20年可以随便赶超的。另外就是舰艇的数量问题，别看中国海军300多艘舰艇，其中有100艘是054系列护卫舰和056系列护卫舰，这些军舰在美国已经全部退役了。换言之，美国目前没有小吨位的护卫舰了，装备的全都是大型的宙斯盾级的导弹驱逐舰和巡洋舰，一艘排水量9000多吨，基本上是056护卫舰的 6.42 倍。由此可见，美国舰艇普遍在质量上大过我们装备的大部分军舰。接下来是导弹驱逐舰和巡洋舰，我们目前现役为28艘先进的导弹驱逐舰，其中3艘是最先进的055，而美国则拥有80多艘同类型舰艇，在吨位上和数量上对我们形成了绝对的优势。然后就是航空母舰，这方面不用虎妞多说了，只需要知道中国海军目前现役的2艘航空母舰的总吨位仅为13万吨，基本上仅相当于美国海军航空母舰总吨位的1个零头，根本无法和美国海军进行航母较量。最后则是核潜艇方面，这点是我海军的一个短板。我海军目前装备的094A 导弹核潜艇在性能上要落后美国的俄亥俄级战略弹道导弹核潜艇，而且美国的潜艇全部都是核动力，单俄亥俄战略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一个型号的，美国就建造了10艘以上。因此核潜艇方面，美国在技术上以及数量上对我们形成的是绝对优势。因此综上所述，我们就能发现，虽然我们的舰艇数量多，
但是那都是小型的舰艇。论大型舰艇方面，我们在数量和质量上还与美国有些许差距。因此，美国海军部长的这份报告中强调的中美海军军力旗鼓相当，解放军实力大幅增强这个结论显而易见，是站不住脚的。中国海军尤其是在航母和潜艇方面，与美国有着非常大的差距。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，中美两国关于海军的需求不一样，甚至将来中国海军大型舰艇永远没有机会超越美国海军。对于我们来说，武器装备够用就好，穷兵黩武更是大忌。因此，未来的一段时间以内，美国海军将一直是全球海军的 No.1。